在泰国北部的山林深处，有一个以奇特闻名世界的村庄。每年，这里吸引成千上万的外国游客、纪录片团队、背包客、猎奇者。他们带着相机，蹲在竹篱边，对准一张张沉默的脸，脸上是温和的笑，脖子上却缠绕着十几圈沉甸甸的铜环。这是长颈族，一个被铜条拉长脖子的民族标签所定义的群体。他们不是表演者，却活在展示台上；他们不是模特，却被凝视了整整一生。从5岁起，他们就要开始佩戴铜环，1年1圈，直到成年。有人说这是美的象征，有人说这是古老传统，有人则直言这是活生生的文化牢笼。游客看到的是猎奇，而他们承受的是重量，从肉体到身份。铜环之下藏着许多外人看不见的现实，背井离乡的历史，边境难民的身份，无处可去的经济困境，传说与现实交错的文化捆绑。在这个现代化浪潮已将世界推向同质化的时代，长颈族仿佛被封存在时间胶囊里，被全世界当作文化活化石反复播放、贩卖、围观。但真正的问题是，他们想继续这样活着吗？这个传统还剩下什么？谁在受益？谁又在牺牲？本期将带你走进泰缅边境深处，穿越密林，抵达长颈族居住的村落，跟随几个女性的故事，去了解这个看似异域风情的背后，究竟藏着怎样一段关于迁徙、身份、选择、尊严与抗争的历史。如果你打开一张泰国地图，把目光移到最西北角，你会看到一片层层叠叠的绿色山脉，那是梅洪顺，距离缅甸边境不到3公里，是泰国最偏远的地区之一。这里没有高速公路，也没有铁路，唯一的进出方式，要么靠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，要么乘坐小型螺旋桨飞机，在天气允许的日子里勉强降落在被群山环绕的跑道上。湿热、潮湿、多雾，雨季让这片区域常年交通不便，与世隔绝。而就在这片林木遮蔽的山谷里，生活着一个被铜环包裹了数代的民族——长颈族。他们的真实民族名称是巴东族，是缅甸克耶邦的一个支系，属于喀伦族的一部分。然而，长颈族并不是泰国的本地民族，他们原本生活在缅甸东部的山区，靠农耕、放牧为生。上世纪80年代，缅甸军政府与反政府武装爆发激烈冲突，许多无辜的平民被迫逃离家园。长颈族就在这一波动荡中翻越山脉，进入泰国北部山区避难。最初，他们只是在山林边缘搭建临时棚屋，靠砍柴、打零工度日。因为语言隔阂、无国籍身份，他们无法合法就业，也无法将孩子送入学校，日子过得举步维艰。然而，这一切因一个突如其来的机会而改变。90年代初期，一些摄影记者和背包客在山中偶然发现了这个脖子很长的民族，将他们的照片发回欧美媒体。一夜之间，泰国长颈族成为异域风情的代表，照片被刊登在《国家地理》、《时代》、Lonely Planet 的封面上，也成为旅游业者眼中的活招牌。旅游公司、地方政府、民间组织纷纷介入，一些村庄被旅游化改造，搭上竹篱，设立手工艺品摊位，修整道路，安排表演。长颈族被安置进这个景区化的空间，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对象。而他们的真实身份，无国籍难民，在文化展演的光环下被掩盖得无影无踪。他们生活在泰国，但不是泰国公民，原籍缅甸，却早已断了回乡之路。没有身份证，就意味着无法合法打工，不能买地，不能旅行，不能投票，不能享有医疗补助。他们被困在山里，也被困在身份的灰色地带。这种地理与政治的双重边缘，让长颈族成了地球上最孤独的民族之一。他们既不是泰国人，也不是缅甸人，
他们既没有城市生活的可能，也无法回归传统农耕社会。他们所拥有的，只有那一圈圈绕在脖子上的铜环，以及围绕铜环建立起来的生存方式。铜环原本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，却在边境之地变成了护照与标签。在这个地图上最难找到的角落，长颈族的存在既被放大，又被简化。外人记住他们的脖子，却忘记了他们的脚正在泥地里挣扎。在游客的镜头里，长颈族妇女总是端坐在竹棚下，面带微笑，穿着绣花民族服装，手指灵巧地编织着彩线，脖子上那一圈圈铜环在阳光下泛着金黄光泽。它们仿佛是活体雕塑，是异域之美的具象化。但在这一切的背后，是一段从5岁就开始的身体训练和生活改写。铜环的佩戴始于童年，女孩年满5岁后，便会被家中长辈带到村里的铜匠或经验丰富的女性面前，由他们亲手为其佩戴第一圈铜环。铜条其实是整根黄铜棒，被熟练地绕成螺旋形，一圈圈盘绕固定在女孩的脖子上。手圈重量一般在1公斤左右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铜环的数量和长度也会逐年增加。成年女性的铜环最多可达25圈，重量可高达8至10公斤，甚至有些个体佩戴的铜圈总重量超过20公斤，相当于一个5岁孩子的体重。这些铜环并不是真的拉长了脖子，而是通过压低肩胛骨、锁骨和肋骨，让颈部在视觉上显得更长。这种改变并不优雅，而是生理结构的长期变形。为了适应铜环，女孩们从小就被训练如何控制动作。她们不能剧烈跑跳，不能大幅扭头，也不能大声喊叫或仰头大笑，因为铜环限制了她们的脖子活动范围。一旦动作幅度过大，会产生剧痛甚至呼吸困难。她们不能平躺睡觉，只能侧身或半坐。枕头是特制的木质弯托，托住铜环而不是脖子本身。夏天铜环在阳光下被晒得滚烫，皮肤被烫起水泡。冬天寒气灌入铜圈间隙，冷到骨头发麻。洗澡成了最棘手的日常任务之一。铜环不能拆，脖子不能弯，不能进水，只能用稻草或小毛刷蘸水擦洗每一圈缝隙，再用干布慢慢擦干。哪怕是稍微处理不当，也可能造成皮肤溃烂、发炎，甚至长期细菌感染。一些女性在成年后出现肩部塌陷、颈部酸痛、脊椎侧弯、神经性头痛等症状，但她们依旧戴着铜环，因为这不仅是传统，更是她们的身份与生计来源。除了身体的不适，铜环也改变了她们的生活节奏。她们无法远行，无法从事劳动密集性工作，她们被局限在编织、售卖、接待游客这类做着完成的产业中，被动接受别人安排的生活方式。对外人来说，他们是文化符号，但对自己而言，他们只能在铜环圈出的世界里原地打转。在某些家庭里，女孩甚至不被允许拒绝铜环。母亲会说，这是我们的族规。父亲会说，不戴以后怎么养活自己。长辈的眼神里没有质疑，只有重复。于是他们戴上铜环的那一刻起，身体的自由也随之开始收缩。铜环并不会锁死一个人的喉咙，却可以慢慢地让他不再说出想说的话，不再做自己想做的事。铜环究竟是怎么出现在这些女人的脖子上的？这个问题在长颈族村子里没人能说清楚，老人们只是含糊地说，这是祖先留下来的习俗。但在外界，关于这一风俗的来源版本却五花八门，几乎构成了一种象征背后的神话迷雾。有人说，铜环最早是模仿传说中的龙女。在克耶邦流传着一个古老故事，一位族中女神降世为人，却因脖子过长被族人怀疑身份。后来她用金属套住脖子以遮掩自己，族人则将之视为神圣象征。从此，
女性戴铜环被认为是接近神性的方式，是族群血统纯洁的外在体现。也有人提出更实用主义的解释，铜环最初是为了保护女性不被野兽攻击。在热带雨林中，野兽出没频繁，尤其是老虎，喜欢攻击猎物的颈部。铜环则起到一种铠甲的作用，尤其在儿童成长初期，保护脖子不被撕咬。还有一种说法则更为现实，铜环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。女性佩戴铜环后，在体貌上极具辨识度，一旦被外族掳走，很难隐匿身份。铜环极其沉重，取下后颈部肌肉萎缩，无力支撑，难以逃跑。这种解释显得冷酷，却也难以忽视其中的制度性功能。不论哪种版本，都指向一个核心事实：铜环不仅是装饰品，它是文化、信仰、工具与规训的交织体。它不仅套住了脖子，也在无形中套住了整个人生。现代人看到这些铜环，常用优雅奇特传统来形容，但对佩戴者来说，它代表的含义远不止于此。它是一种可见的社会归属，一种无法脱离的文化标签，也是一种女性从小到大的身份教育。从5岁起，每一个女孩都会被家人引导着戴上第一圈铜环。铜条是整块黄铜弯制成螺旋状，一圈又一圈地盘绕在脖颈处，每年换一根更长的。随着年龄增长，铜环也越来越重，越来越紧，戴得越久，越难取下。对一些女性来说，铜环仿佛成了身体的一部分，是皮肤之外的第2层骨架。而一旦你戴上了，它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事了。你的家人、你的村子、你的民族，甚至你的经济收入，都与它绑定。你成了长颈族的代表，成了外界游客拍照的对象，成了非物质文化的活体载体。铜环是身份，但也是责任，是象征，也是负担。在村里，有年轻女孩说，如果我不戴，人家就会说我不尊重祖先，不像个巴东族的女儿。也有人曾试图摘下铜环，结果被村干部冷眼旁观，被同村的女性孤立，甚至失去了旅游演出的位置与经济来源。所以，对许多女孩而言，这根铜环并非出于自愿，而是社会施加的温柔压力。在这个社区里，美不只是审美标准，更是一种必须完成的义务。他们知道，外人看重的是这根铜环，而不是他们说了什么，想了什么，想做什么。铜环成了话语权的代替品，你说不了话，就变成了一种看得见的符号。于是他们不问为什么，也不质疑意义。铜环既然是从母亲传来的，那它就必须延续下去，不是因为理解它，而是因为没有选择它的自由。戴上铜环很容易，只要一圈圈绕上去，用熟练的手法固定，不出20分钟。但真正难的是从此之后的几十年，它几乎再也不能被取下。铜环不是装饰品，而是一种长久佩戴的文化器官，不像耳环可以随意摘换，也不像服饰可以跟随心情更换。它的存在几乎等于从小就为身体焊接上一段不可逆的轨道。在长颈族传统观念中，铜环一旦戴上，就不能轻易脱落。全人生只有3个被允许摘下铜环的时刻：结婚、生子、死亡。这3者看似是人生3大节点，但在长颈族女性的命运中，却如3道不能逃避的坎。她们的人生轨迹便是铜环主导下的文化时间表。第一次是婚礼之前，在长颈族传统中，婚礼当天，新娘要在洞房之夜前短暂取下铜环，由丈夫首次见到她真正的脖子。这是一个高度私密的仪式，甚至连女方家人都不能在场。这不仅是一种信任的象征，更是一种象征性交接。铜环从娘家文化的标志转为夫家私有的符号。婚后，新娘必须重新戴上铜环，继续佩戴至终老。在现实中，这个仪式已经被许多女性简化为象征性的松一松，甚至完全省略。因为许多人担心，
一旦真的取下，他们的脖子可能无力支撑头部，这不是传说，是医学现实。第二次是在分娩之后，传统上，分娩被视为一个过界时刻，女性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极大自由度和安全感，因此部分家庭会允许她们短暂取下铜环，以减轻身体压力，避免伤害。但这个过程必须在家中秘密进行，分娩后不久就要立即重新佩戴。有的女性甚至在分娩当日就强行带回铜环，伤口未愈，身体虚弱，却不敢裸颈示人。第三次是死亡。当一个长颈族妇女去世时，铜环才会彻底摘除，由家属亲手解开，一圈一圈地褪去，仿佛为她卸下此生的责任。有人说，那一刻她才真正得以伸展颈骨，第一次以没有铜环的样子被安葬。甚至有人会在下葬时将铜环陪葬，视为一种还原身份的仪式。而在这3次之外，铜环是不可动、不可脱、不可讨论的。它并非锁链，但却重如命令。它不是刑具，却像是命运本身。少数女孩曾尝试摘环，她们说：“我想试试没有铜环的样子。”结果迎来的却是村民的指责、家族的羞辱、旅游区的排挤。因为在被观光经济绑定之后，铜环不仅是传统，更是生意。你脱下它，就等于脱离了可出售的文化。一些年轻人开始质疑传统，但很快意识到，在这个村子里，传统不是能否遵守的问题，而是能否生存的问题。于是他们低头，重新戴上铜环，不是因为愿意，而是因为除了这条路，他们走不了其他。铜环在外人眼中是奇观，是美丽，是文化符号，在他们自己眼中是习惯，是身份，是饭碗。长颈族村落是游客眼中的异域景观，是旅游网站推荐的人文体验，是背包客笔记里必打卡的奇景。而对于生活在其中的女性而言，她们每天睁开眼面对的，除了编织、炊烟和铜环，还有一个比铜环更沉重的现实，他们的文化已经变成了他们的饭碗。从上世纪90年代起，泰国政府将一部分长颈族难民安置进特定的村庄，并将其打造成民族文化村，以便开发观光资源。在北部梅洪顺、清迈、拜县等地，这样的长颈族村成了旅游地图上标注清晰的打卡点。游客来了，带着单反相机、手机、自拍杆和文化好奇，他们买票进入村庄，沿着修好的土路参观木屋、编织铺、铜环展示墙，还能坐下来与长颈族妇女合照，体验互动。每一天，他们都要重复这些过程几十次、上百次，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，保持微笑，不怠慢任何一位来客。有人会留下小费，有人买一条他们亲手织的围巾，有人什么也不买，只拍照走人。看似热闹，收入却并不高。根据调查，长颈族妇女一天平均能挣到不到300泰铢，约合60元人民币，其中还要扣除原料费用、摊位租金和管理抽成。大部分利润落入旅游公司和村干部手中，留给他们的只是能勉强吃饱的生存边角。他们没有签合同，也没有自由择业的权利。很多人没有身份证，没有合法身份，不能外出工作，不能接受正规教育，只能被绑定在这个铜环展示场中，永远不能离开。有人试图逃离这个循环。曾有一位年轻女性摘下铜环，前往城市寻找工作。她拥有基本的读写能力，性格开朗，想在清迈一家旅店做清洁员，但因为没有合法身份，她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。她只能回到村庄，重新戴上铜环，重新坐回游客面前。这种可见性成了文化的最大资本。长颈族妇女的身体不再只是自己的，而是被观光系统租借去营造一种民族奇观。他们的生活被展示、被出售、被消费，连他们的沉默也被理解为温顺和神秘。一些纪录片镜头会特写他们低头微笑的模样，配上解说词，他们是坚守传统的族群，是世界遗忘的角落中最后的纯粹。可没有人问他们是否愿意这样被纯粹。有游客问：“你开心吗？”
他们会点头微笑，不是因为真的开心，而是他们知道，如果你不笑，你的摊位就不会有人停下；如果你不笑，你就会被说不专业；如果你不笑，你就会被换掉。笑是一种生存策略，铜环是一种职业服装。在这个体系里，文化不再是自觉的传承，而是被外界塑造成一个商品、一个卖点、一个异国他乡的视觉符号，而他们是那个商品的载体。他们的脖子不是最可怕的被束缚的地方，他们的命运才是。可能你会问，他们为什么坚持这样一件不合常理的事？这个问题的答案绝不是他们喜欢，而是因为不戴就会失去太多。第一是经济现实。如前所述，铜环已经被和观光业绑定成一套完整的经济系统，村庄、摊位、表演、商品都是围绕铜环构建的产业链。一个不戴铜环的长颈族女性，意味着她不能坐在传统展示区，不能获得游客目光，甚至连摊位资格都会被取消。年轻女孩从小就目睹母亲如何靠编织、合影、出售铜环纪念品养家糊口。她们知道，哪怕读不了书，走不出山村，戴上铜环至少意味着还能吃饱。第二是家庭压力。在传统观念中，铜环象征着女性对族群的忠诚和纯洁。一位不戴铜环的女孩会被视为不像个族人，甚至被说不尊重祖先，学坏了，不守规矩。第三是社会环境的桎梏。长颈族普遍缺乏正规身份证明，即使他们出生在泰国，也多数拿不到国籍证件，导致不能正常读书，不能离开村庄，不能合法打工。这些无形的制度性壁垒将他们困在边缘地带。近年来，戴铜环的女性数量正在急剧减少。根据泰国非政府组织与人权观察统计，目前持续佩戴铜环的长颈族女性已不足40人，且多数集中在梅洪顺与清莱几个民族展示村中。村里新生代女孩，有的从未戴过，有的只在节日或拍照时象征性地套上几圈。这是一个文化身份正在松动的信号。与此同时，铜环的商业价值也在被消耗殆尽。游客的好奇心不再如当年那般旺盛，自拍后便匆匆离去。部分民族村开始走向公式化、流水线式管理，文化展示变成了标准化演出。有人称之为活文化博物馆，但里面的表演者并不都是自愿出演的。在这个逐渐走向多元与开放的世界里，我们常常高举文化多样性的旗帜，歌颂传统之美，却忘了每一种传统背后站着一群被制度、习俗、现实推着走的人。他们并非自愿成为奇观，只是别无选择。他们不是被展示的人种，也不是落后的象征。他们是女人，是女儿，是母亲，是个体，只是恰好出生在一段绕在脖子上的文化里。所以下一次当我们看到他们照片的时候，不妨多想一个问题：他们带的是文化还是枷锁？他们笑的是自豪还是无奈？长视频制作不易，如果您还喜欢本期内容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我们下一个视频会更精彩。